不能了，不能了，拉住了，拉住了，拉住了，够力！他在高这边，必须得查，不查真的是走不到。KLSM 昨天终于过完了，然后昨天一回到家就直接睡觉了，完全没有力在剪视频啊，录任何的影片。所以今天早上一睡醒，哇，全身更加酸痛。这一场 KLSM 其实是我第20场全马，虽然讲我跑过20场全马，可是马拉松还是真的不简单，一点都不简单，跟半马完全是不一样的 level。所以今天的这个视频呢，可能会比较长，因为想要分享一下昨天到底我在这个 KLSM 经历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做得好不好都会分享给大家。首天是拜六的晚上，我9点左右我就睡着了，然后过后我的闹钟是12点半，然后醒到来拖到来12点9个字，然后醒来就刷牙咯，准备，然后过后喝一杯温水，因为通常我比赛前我就会先喝一杯温水，让自己比较好上大号。睡了3个钟半了 ，sleep quality 58%。12点9个字。OK， 过后呢，我就通常会先做一些伸展的运动啊，让身体的那些关节啊、muscle 啊活跃一下，做一点 foam roll 啊，做一点热身这样的少的东西。当然，接下来就是要吃早餐哦，跟以往一样，吃自己熟悉的东西。像如果你有看过我的视频的话，你都会知道我通常早上就是吃泰戈饼1包，然后配水。泰戈饼，然后你掺水下去，哇，它融化的时候是真的很好吃。来个，吃完泰戈饼过后呢，我也会吃一点营养保健品，然后像是 Amora 的 multivitamin 跟 Amora 的 probiotic。这个 Amora 的 multivitamin 跟 probiotic 呢，是在我的马拉松训练周期里面常常都会用到的。然后，因为我们平时吃的食物很难提供全面的营养，然后或者是会缺少一些身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所以一粒的 Amora multivitamin 呢，它就含有很多的营养成分，像是 A、B、C、D、E 到 Z 啦。那这个 Amora 的 multivitamin 它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添加了人参精华素，就是 ginseng， 然后可以帮助你减压啊、消除疲劳啊、提升你的耐力，对我们这种马拉松跑者来说是非常适合的。然后除了 multivitamin 以外呢，我也有吃他们的 probiotic。因为之前如果你有看过我的 Green City 的视频，跑到一半我就肚子痛了，然后过后我就开始服用这个 probiotic， 然后过后的赛事其实我基本上都没有遇见跑步肚子痛的问题啊。然后这个 probiotic 因为它是益菌嘛，它就可以帮助你的肠胃管道啊，让你的消化系统啊，这些都能帮助你改善得更好。如果你也是像我这样之前有遇到比赛的时候跑到一半肚子痛要落塞的话，你可以试一下这个 Amora 的 probiotic 看还有没有改善你的肠胃管道。那在这里我也要非常感谢 Amora 赞助了这一段视频，也提供了营养的支持，让我不用再担心我的营养是否均衡，可以专心的把自己做到最好。比赛当天呢，我穿的跑步鞋呢是 Xtep 特步的160 X 7.0 Pro， 我觉得这双鞋子真的是蛮不错的，它能够给我想要的那个感觉。然后我是大概1点9个字就出门，然后骑摩托去到赛场，去到 Stadium Merdeka 附近绑我的摩托，大概是2点10分这样我就到了赛场，到了 Stadium Merdeka 这边，所以现在把摩托放在一边先。赛场距离这边2点3公里，所以我马过去了。然后我再去找我的跑友，跟他们一起碰面，然后一起去到那个收过的起跑点。早 ，OK， 走。加油，加油！加油！大家加油！哦，看这些，看这些。Ini kali lah. Kasih hantam hood saja. Yes. 往年的起跑点就在这边，可是你看现在这边全部在整修。
然后我一到达起跑点，就看到很多的配色集合在那边，在做 briefing， 然后也跟他们聊了一下。今年也是有美女陪着，喂 ，bling bling 哦，装打扮，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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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加油啊，全部加油！加油，大家加油，然后尽量跟上我 ，OK？虽然我知道你骗我的。我看你是来骗照片的，也是。怎样？今天紧张吗？很开心。可是我首先有一个小故事这是要感谢 Roti John。2年前他做4分的时候配色，然后我爆掉了。不是4分，4个钟。4个钟的配色，然后我爆掉了。然后去年的时候我做到 PB 嘛，然后我就跟我自己在我的电话录上边写，2025配色1的 B， 但今天我做到了，所以谢谢 Roti John。你有这样吗 ？inspire 哇，我要哭了，我要。OK， 我看到你的加油啊！345 ，nice。已经到5个地方，有韩信，还有哈斯曼。这样 OK 吗？好吧，在终点等我啊。OK， 加油！今天是配绳还是自己跑？吐不了。那你可能。过后我就走去我的 pen 哦，我这一次是进 pen 1，也就是 elite 的 pen， 也是我第一次进到 elite 的 pen 啊，所以看到很多大神，很多跑很快的人都在里面。那边这样少。Stay ahead of that pacer at all times, especially if this is your first marathon attempt. 没有想到我也可以进来这边。我本身不是跑很快的，我是负责去那边搞笑罢了。What's your aim today? Sub 5. Okay lah. Possible. Try to sub 6 up. But why you stand here first row? I didn't know they can see You stand behind Canyon only So definitely sub 5. Walao If cannot sub 5, I try manage not to go below 5:30, sub 5:30. If cannot sub 5 can take off your pants already. I try. 喂，怎样？可以吗？我终于可以跟大神哇，跟这个了。快呀！好玩了啦，好玩了。OK， 加油！对，我终于可以跟大神同一个 category 了。只有今年可以这样明年不懂还会不会跑？明年跑半马了，今年现在是啾乱战。比赛就在3点半正式起跑。然后一开始开跑的速度，其实前面的几百米，当然配速是有快了一些了，应该去到3分位吧。Dencha Marathon 2025 ，Let's go！过后就调整一下，快调整回来，要不然的话再继续下去，这个配速迟早爆。今天我的战友 Ken 一定要顶到最后啊！一定。前面的2到3公里，经过 Chowgate 这些路段呢，它都是算非常平坦的那个路，所以是非常好跑。当时的人潮其实算蛮多啦，而且也有很多的 pack， 很大的 group 在一起，所以整个气氛感觉上就是非常的热闹，也非常的开心，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因为才刚开始嘛。那这里顺便提一下，我的这一次 KLSCN 的目标呢，我的高标其实是设在3个小时10分，中标呢我设在3个小时15分，然后低标呢就是要破我的 Malaysia PB 就好了，因为我的 Malaysia 的 PB 是325，如果我没有记错，在今年的 Twin City 我做的那一个，我上厕所那一次，那一个就是325在马来西亚的 PB。那一开始我们的速度呢，就是维持在4分20秒左右。如果你想要做3个小时10分的话，你的配速就不能少过4分30秒。所以当时前面的那几 K 都是维持在41多420左右。我在这里也想讲一下啦，我们马来西亚跑者可以看得出，从往年到现在啦，真的是很多人进步很快。现在我是跑着310这个时间的 group 啊，其实也是有蛮多人一下，还有很多人在我前面，然后可以讲说马来西亚的跑步圈子都是正在进步当中。
然后很快的在5公里我们就来到 Bukit Bintang， 也就是那个 MACD 的 corner， 然后我们就转右。当时转右过后就是开始下坡，所以大家的配速都有拉快了一点，是到410、405左右。过了 Times Square 转左的时候，那边就有一个小小的坡，可是它虽然是斜，可是不是很长，所以一上去转右手边就是到 Pavilion KL。在我的比赛策略里面呢，通常上坡我就会放得比较慢一些，因为我不想要把那个乳酸堆积在我的脚当中，所以我上坡的时候我尽量能够放慢，我就放慢顺着上去，然后在下坡的时候才慢慢的拉回那个配速。喂，加油啊！加油啊！然后在第8公里左右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隔壁的车道呢有其他全马的跑者和一些配速员，像是4个半或者5个小时的配速员。过了不久，在第9公里左右，在我的右手边就是 KLCC， 当时跑了9公里，我的平均配速大概是418、419左右，其实比我的目标配速快了蛮多一下。我其实是目标配速是要维持在4个半以内，也就是说428、429。可是，在前面的10公里，我就已经跑到差不多418、419的平均配速。基本上我也是希望可以给我自己多一点的缓冲时间buffer time， 因为后面有像是 Arklay Highway 上 Duke Highway 所以我希望前面可以制造多一点的缓冲时间，然后后面在上坡的时候我可以放慢一点。然后在第9公里，我们就进入了Jalan Ampang。从第9到第12公里就是直直的Jalan Ampang，也没有任何的坡，所以是非常好跑的。当时我的体感其实也是非常不错，而且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的累还是怎样我的气还是蛮顺一下的当时，所以我觉得当时我还对自己蛮有信心。然后在一路上呢，也有看到很多支持跑者的观众然后在12.3、12.4公里，我们就开始进入Arklay Highway。一转左，我们就上Arklay Highway 的这个高架桥，所以一上Arklay Highway，基本上就是不间断的上下坡，所以在这里要非常小心的控制配速要不然后面就非常容易爆掉。第1集团。当你看见我的配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时候我的配速会很慢，4分40多秒，4分50多秒，或者是5分都有。有时我的配速就去到4分或者4.1多，因为看当时的坡度是几节，有时上坡我就会放慢，下坡我就会拉快一点。So balance out 的话，大概都是420左右。Peter， 跟上！Thank you bang。然后到了第16公里这个地方，我们就 U turn。那全马呢是在这里 U 转，然后回去又再跑回那个 Arklay Highway 反方向，直到21、22公里下 MRR2。那半马呢就在这个点呢转左
经回加兰苏丹伊斯迈尔，然后再下去加兰古晋，然后在阿克雷 Highway 我们就到了21.1，也就是半程。然后当时我的时间是1个小时33分，基本上我是多了2分钟的 buffer time， 比我的目标配速。也就是说，如果我要做3个小时10分的话，我半程一定要1个小时35分。那现在我的半程的时间是1个小时33分，也就是说我有多了2分钟的 buffer time。因为我知道等下在23到25公里上坡的时候，我肯定会放很慢的。Fake go。之后呢，就转左下去 Maratu 跑了一小段路，大概2个公里而已。然后在23.5的时候就开始上 Duke Highway， 也就是噩梦的开始。来有了，来有了。然后这一段路从23.5到25公里都是一直上坡，所以很多跑者呢就会在这边开始走路。就算是我们的 pack 这边3个小时10分的 pack， 也有很多人就在这边开始走路了。所以这个上坡呢其实是不简单的，而且在这个上坡，我的配速应该是掉到5分10秒左右了。因为我能够尽量放慢就放慢，我不想要给自己的脚太多的 pressure， 所以就能够放慢我就放慢。然后一上到顶的时候就有一个水站在那边，所以喝了水，然后我们又再继续上，还有多一个坡。然后当时在25公里上到顶的时候，其实当时我的体感还是算不错的，我当时还觉得我其实可以有机会，真的是可以3个小时10分完成。终于到顶了。然后我就继续把配速拉回来，在26公里，一路上也遇到很多不同的跑者，也有遇到一些朋友。OK， 快吧，顺着来，顺着来。你上，肯定肯定，稳住稳住先。加油，这个。给他来了，现在才开始啊，全马。也给他们加油打气，然后就继续按着我的配速前进。然后这整段Duke Highway从24公里开始到34公里，10公里的Duke Highway呢，它基本上在Duke Highway上面就是不间断的上下坡，其实是蛮煎熬一下的，所以也非常考验跑者，因为在这段路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考验跑者的耐力。其实，在第28公里的时候，我就开始感觉我的体感有一点不好，有一点累了，然后我的速度也无法真正的维持在420到430左右，都已经是超过4分半以上，就是430到440左右，或者到450左右。如果是上坡的时候，然后在28.5公里的时候，我就看见 Tiffany Lee， 加油！就是这一场 KLSCM 全马的公开组第3名追了上来。然后一到了30公里的那个马克，然后我一看一下我的手表的时间，当时我的时间是2个小时15分。30K， 开始了，运动开始了，12K， 好累啊！准的，它在3个小时10分的那个时间上面，也就是说我后面如果我要完成3个小时10分的话，我必须要在后面的这12公里继续保持4分半的配速到终点线。32，大腿不听话呀，大腿又很紧啊。当时我就知道好像有一点难度，因为我知道后面还有一些坡啊，然后我觉得3个小时10分当时就很有可能是做不到了吧。然后我就把我的目标配速降低了一些，然后把我的目标设去中标，也就是3个小时15分。然后在30公里过后呢，我的大腿的肌肉突然间非常的紧绷，真的是非常紧绷其实我跑过20场全马了，可以说
95%的全马啦，我抽筋的地方啦，都是在我的大腿的肌肉。我的小腿是不会抽筋的，我通常抽筋就是大腿肌肉。我大腿一抽筋的话，其实我就很难持续跑下去，我必须要停下来。所以就在33公里的那一个水站的时候，我就完全不能跑，我就必须要进那个水站。我去那个水站的后面，我就站在那边拉筋，然后拉我的大腿一下。不能了，不能，拉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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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力，不能跑了。他真的是要抽了，他随时一抽我就完全不能跑。当时我就知道我一定是做不到我的高标的成绩。然后我也算一算我的时间，你如果要做3个小时15分的话，其实还是有机会的。我的配速只要每1公里维持在5分钟，我还是能够完成3个小时15分。所以当时我就抱着那个希望，想要完成3个小时15分。我的大腿很紧，要抽筋了，所以不能了，真的是不能了。查能够可以查去查一下先。然后我就在这个33公里的水站的时候，我就拿了一些考德片，快快的插在我脚上，继续的跑。插了考德片，然后一过了这个Duke Highway 的那个头，也就是准备要转下去Jalan Kuching的时候，这里他们有更改了一些那个路线，就是会跑上去多一点点，然后再折返，然后又再折返，2个折返，然后再下Jalan Kuching。往年呢是直接就一出头就下Jalan Kuching，我觉得这个折返啊，可能也只是多不到100米吧，100米左右而已，所以我觉得有点，他会在安排这个路线当中，我知道可能他们需要抽那个里数，一定要足够那个 distance 才可以达到 AIMS 认证还是这种 route label， 所以他就在这边选择那个折返，而且那个折返是非常 sharp 一下的，就是非常短。在这里折返了过后，其实那个脚的状态都已经不好了，还要折返，哇，那个脚真的是。然后在34公里，我就先吃1包能量胶。其实，在这一场赛事当中我总共是吃了5包的Amino White，然后还有4粒 Salt Stick。然后过后，我其实觉得可能以后我要再改变一下我的策略，可能需要吃多一点盐，可能流的汗也流失太多，然后导致身体不够 electrolyte 或者是盐分，所以也导致自己的脚比较容易抽筋。然后我一下到Jalan Kuching，又有多一个水站，当时我的脚还是持续的抽筋，我完全跑不到，我又在拿另外的靠德边又再去擦我的脚，一擦了过后，其实感觉会好一些，大概持续1个公里过后，又再继续抽，所以我在接下来的最后的这7、8公里，我每一个水站我就停下来拿靠德边擦自己的脚。其实当时我的心情是可以说是蛮复杂的，因为原本是一开始到30公里，其实我的心情还是蛮有信心可以达标，可以在3个小时10分或者是3个小时15分内完成这一场赛事。可是因为这个脚一直持续不断的抽筋，然后导致我觉得真的是很累很辛苦跑一场全马。可是在完赛了过后，我跟自己讲其实每一次的失败或者是每一次的这种达不到标，都是让我们自己能够不断的从这些的经历当中吸取经验，然后让你下一次的比赛可以知道怎样做更好的调整，可以做得更加的好。其实我本身呢是非常珍惜这些每一次跑全马的机会，虽然我跑全马的次数不是讲非常的多，可是每一场全马都可以让我学习到，或者是可以说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到38公里，竟然就有看到1000多的水站。往年是在36公里，今年不在36公里，在38公里。哇，当时其实我是很想1000多，哇，想喝可是不能喝，要不要就放弃，然后就停下来吃1000多就算了。可是最后我还是没有停下来了，因为我怕我吃1000多的话，我的肚子会不舒服。1000多
我要和前队。所以我最后还是没有停，我就忍着脚的那个大腿抽筋的痛，继续慢慢的跑回终点。当时我的配速啊，一踩了康德边，它好了，你就可以跑5分左右。然后它一抽筋，你又只能跑6分多7分钟，所以其实也是蛮煎熬。然后在第39公里的时候，我们就跟半马的跑者汇合在一起。当时我是遇上了半马的2个小时05分左右的跑者，然后可以说是蛮多人啊，当时可是不至于有很慢的跑者或者是走路的跑者，其实大家都是在跑着相同的配速，因为当时我也是跑不快啊，所以我也就是跟住他们的配速一起到终点线。然后当时在半马的跑者当中，有一些人教我的，如果我有听到的，我就会跟你们打招呼；如果我没有听到的话，可能就是我已经是整个人不在状态内了。然后我也没有多讲什么，因为当时其实我的可能你跟我打招呼，我也只是跟你这样嗨这样罢了。其实当时我的感觉就是非常不好了啦，就是说我没有心情跟你 say hello 这样的东西然后就是这样啊。如果你有跟我打招呼，然后我没有理你的话不好意思，下次等我心情好一点的时候，因为当时我就是没有什么心情啊。还剩下最后1点多公里就要完成了，我的双腿不听话了，完全是拖着走啊！现在，还有一点点，我要靠个边，最后还有3，真的是，很辛苦。然后在最后一个水站41公里，我也是跟那个水站的人问有没有考德边，然后我就快又拿了考德边插在我脚上。其实我当时我这个脚已经是插了应该是3、4轮的考德边了，整个脚都是白色的考德边。最后一个水站，他的高德边，OK，必须得查，不查真的是走不到。哇塞！哇，双腿硬掉，必须得查。不查完全跑不到。哇塞！为什么要跑马拉松呢？这样辛苦的话，真的是不好的经历，可是从中也可以是一种体验说真的是一种体验。然后我就到了最后的500米。很痛啊，我的大腿。OK， 终于等到他了，这个我的路来了。他为马来西亚贡献很多video 视频promote running。哇，老爷！那这样夸张吗？哇，是我心目中的偶像要学习的偶像，看到没有？OK 加油！在那个 monorail 的下面，然后当时整个现场的气氛就是非常好，有很多的 supporter 支持者就在路边给我们欢呼加油。我觉得当时那个气氛是非常好的。哇，很热闹！马拉松就是为了这个。所以当时的体感其实又好像复活了一点，因为有很多人，也有一些认识我的人给我加油打气，然后我就持续跑。最后还要吃多一个锅，我的够力！
可是最后一个是上坡，然后在 BHP 那边 U turn， 所以那边一路都是上坡，其实也是算蛮煎熬一下啦。可是当时的速度也已经不快了。最后一个 U turn， 最后一个山。John,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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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come on, go go。在最后，终于到 stadium 的那个门口，然后我就往下跑的时候，其实那个脚，哇，是真的超级痛啊！往下坡跑的时候，那个大腿的肌肉啊，一直在刺激。哇啦，不可以跑下去，抽筋了，要抽筋。然后过后就进到 stadium 的那个 track， 然后在最后的150米，我就冲线了，终于完成了这一次 KLSM 2025年的。Have a sense of pride and joy as you have passed that finishing line. Because this is where we go to see the iconic stadium. 完赛时间是3个小时22分53秒。你问我满意这个成绩吗？其实，我可以说不是很满意。可是我觉得这就是马拉松的意义。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会更懂得珍惜每一次的胜利。然后当时我一冲线过后 ，Karen 竟然也在我后面冲线。因为当时还没有起跑的时候，我有跟他聊天，他说他今天是会比较轻松的跑，他不想要拼任何的时间。And for anyone who has returned back from their race, you are now relaxed. Please go and check out our booth there on the field. 你看到我 kick 下就知道了。哇 ，very nice。我有点在想要不然我其实应该一早跟他轻松好，跑完就好了。前面拼到这样够力，后面爆了也是没有什么意义，是吧？所以有时这种就是看你要不要去拼一下那个成绩。如果你想要轻松完成，不想 aim 任何的时间的话，其实你也可以以比较慢的配速，舒服的完成这一场赛事。那如果你想要拼成绩的话，那你就可能会比较 high risk 一点，高风险一点，因为 high risk high return 嘛。所以当你在拼成绩的时候，也有机会你会抽筋，或者是你会身体状态会不好。然后完赛过后，我就去拿那些物资啊，拿水啊、水果啊、medal 啊这些东西。哇，我跟你说，那里的工作人员的那种情绪价值啊，给到你满满的。Thank you。他们真的是为你欢呼啊！哇，气氛实在是太好了。然后过后就去拿那些finisher T 啊，好像我现在身上穿着这件 finisher T， 那些工作人员也是非常的给力，给你欢呼啊，每个给你微笑啊。Very supportive. Oh yeah. We must supportive. Very good atmosphere 啊。好小人，可以吗 Almost go for negative split. 哇，还唱歌嘞，他讲。对，我一定在唱歌。太好唱了。下次我跟着你就好咯，这样辛苦什么？这样辛苦什么？然后在这个影片的后面呢，我就去录一录其他的人啊，像是我的老婆啊，她终于在她的半马里面突破 PB， 而且是在 KLSM， 她能够完成1个小时50分以内，真的是非常 proud of her。你做到了啊！149啊，可以收工了咯，梦想成真了咯。可以啊，收工。好，做到了，310，恭
恭喜你！308不是310啊！上309，哇，完赛308，太强了！我的战友成功了，我再继续努力，下次再继续努力。对啊，真的。他在外国应该可以上去哦，没有问题哦。哇，晕掉了。直接晕了啊，可能血糖低啊。啊，这个 finishing line 实在是太美了，你看，整个 KL118，而且很有气氛，在这个 finishing line， 很有气氛。哇啦，排队这个是好像是打卡那个时间的，排一张远。哇，以前做330还可以跟时间拍照，现在310都拍。是啊，因为他半马的回来了吗？ Welcome back to all our finishers. 整 Congratulations. 个场地很多人哦，我跟你讲，再多半个钟到1个钟更多人，pack 完。这边只有一个人最帅、最干净的，最干净又最干净，又没有流汗，极爽。OK 吗？这样 OK 吗 OK 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10岁啊。现在要去找一个人，那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今天的焦点，全场的焦点。要去找我的宝贝啊！过后我也是有去找一些 winners 啊，像是Ninja啊、六蛋啊，他们去跟他们聊天啊。This is my man, my man， 我的宝贝，我的宝贝！哎，恭喜你啊，恭喜你！真的做到太好了。累啊，累吗？236，要235还是236？236，等你回去帮我massage。OK， 今晚给我你的 room number。恭喜你！恭喜你啊！恭喜你 ，10 champion。终于见到我的偶像六蛋，怎样？今天跑得怎样？还可以啦，还可以。没有，我还以为跑不完了，因为前面跑比较快了，然后这2-3周脚的状况没有很好，然后天气怎么样？今天的天气？天气我觉得我不会觉得热了，不会觉得热吗？不会觉得。台湾更热吗？现在台湾更热，我还觉得还好。所以满意今天的表现吗？可以啦，以现在的状况讲的话，也要恭喜你。No, you must shake this hand. Congrats. Oh, okay. Sorry. This first. Congrats. And I tell you why. Congrats. And I tell you why. What? Because overall, he's number 3. Who? I know. 241, right? Overall, 241, right? let's go overall. Number 1, yeah. Number 2, Leo. Number 3 is him. Wow, speeding lah. This one can fight Overall. youngster already. This one the heart still young. He is youngster. 他骗人穿这个样子来做骗人。老，not like 我的人啊，不像我的人啊。Gang。Peter 仔啊 Peter 仔，PB 吗？不是，算 PB 啦。算 PB 啊，哇 KL 做 PB 啊。我第2。What's your timing? 255。255。So overall？他不要看。Overall？我就不要看了，我就不知道。今天啊？第7名。第7名啊！哇，我看你的样子好像很累了，非常累了，就是14天盘累。有 PB 吗？PB 有 PB。32。没有啦，因为我问你登嘛，我这边的时间是331，然后如果是我自己的时间呢，就是整42天的，因为是在上328、329。超强啊！差点就要捡我回去了，差点就要捡我了。不是3小时，3。我 M310了，然后后面下家的国金爆了。是啊，是拿到322，我就讲到你差点要捡我回去了。322，我还要捡你回去还。How's your run? Tiring. 啊 ？Tiring 啊 ？Got PB or not? PB. Congrats. 哇，哎。Oh, he pays you 啊？ Dedication. 哇
he pays you so good one, Kayang. You need to treat him meal already. Yeah, I need to belanja him makan. 哎，恭喜你！第一名斑马，哎，斑马，今天你跑斑马，恭喜你！他是同一个 cat 吗？ Yes, yes, yes. 哦 ，same category. Yeah. Very far. I think very far. You think I think very far. You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 also don't know what. Congrats. But now it's your turn to go up the stage, right? Sure, no problem. Let's have our winners kindly stand behind the 哦，现 podium. 在在等颁奖。 I'd like to invite Mr. Putin and Ms. Hamza to join us. 然后在最后，我终于可以回家，好好的休息，睡一个觉。当时其实就是真的超级累，从早上的12点半到下午的11点才回到家，吃完早餐回到家11点半。然后回到家过后，我也没有忘记服用那个Amora 的 Biomi Relax Probiotic。那这个 Probiotic 益菌呢，它是帮助你可以放松你的身体、心情，然后也可以帮助你的睡眠，让你有一个更好的睡眠，可以更好的休息。然后我就快快的服用了这个 Amora Biomi 的 Relax 然后我就去睡觉，哇，真的是很好睡哦！一睡下去，哇，直接睡了2个钟吧。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那在以后的赛事，我会继续的努力分享给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期见，拜拜。